穆婵娟叹了口气，握住南嫣然的手。无论如何，小冉儿都要保重好自己，一切以自己为重。若是有个好歹，他得心疼死。我会的。南嫣然认真点头，她心情复杂，没想到美人姑姑是因为这种原因才待在鬼境，自己选择永久生活在鬼境，跟被迫待在鬼境自然不能划等号。这种想走走不了的日子，光是想想就很难过。南嫣然不由得看了一眼药王，稍感安慰。还好异府人魂的出现，在这些年给姑姑带来了幸福快乐。那什么神虚子，既是你师尊无涯老人的师兄，上门寻什么仇呢？药王好奇地问。穆婵娟努力地控制自己不去看药王。神虚子与师尊师从太清真人，太清真人在1000多年前飞升上界，因神虚子性格自大，急功近利，缺乏仁义之心。太清真人飞升前，遂将毕生所学尽数传授于我师尊。神虚子对此极为不忿，与我师尊反目，而后销声匿迹。师尊也没想到，神虚子竟会时隔1000多年打上门来。药王轻轻转动着手中的茶杯，动作间彰显着说不出的优雅端方。原来如此。小冉儿，你来鬼境后，可有听说过黑帝之名？你父亲便是那位黑帝。我听说过恶鬼岛岛主是黑帝的妹妹这个传闻，原来传闻是真的。有些传闻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当初的回忆一幕幕浮现在穆婵娟的脑海。我初入鬼境那会儿，鬼境的环境很是恶劣，厉鬼怨灵和凶煞鬼物到处都是，各种斗争厮杀不止。为了让我不受那些纷争所扰，大哥以雷霆手段肃清鬼境，将厉鬼怨灵和凶煞鬼物们逼入黑暗森林。原本就在黑暗森林里的鬼物们也通通被大哥镇压。大哥一统黑暗森林后，鬼境的所有生灵死灵皆俯首称臣，尊他为黑帝。南嫣然捕捉到一个信息，父亲他在鬼境也能动用灵力，不然身为灵修的父亲怎么可能刚一入鬼境就有了一统黑暗森林的鬼修实力，只能是用灵力收拾了那些个东西。大哥有一半生珠。南嫣然脱口而出，一生珠。不错，想来小冉儿出生时体内亦有此物，此物可大量吸收储存灵气，身怀此物之人修炼速度远超他人，不惧去往任何无灵气之地。南嫣然摸了摸鼻尖，确实有，原来这宝贝遗传自便宜爹。穆婵娟对这一点很高兴，叮嘱道：小冉儿，若非十分信任之人，不要暴露益生珠的存在。穆婵娟叹了口气，握住南嫣然的手。无论如何，小冉儿都要保重好自己，一切以自己为重。若是有个好歹，他得心疼死。我会的。南嫣然认真点头，她心情复杂，没想到美人姑姑是因为这种原因才待在鬼境，自己选择永久生活在鬼境，跟被迫待在鬼境自然不能划等号。这种想走走不了的日子，光是想想就很难过。南嫣然不由得看了一眼药王，稍感安慰。还好异府人魂的出现，在这些年给姑姑带来了幸福快乐。那什么神虚子，既是你师尊无涯老人的师兄，上门寻什么仇呢？药王好奇地问。穆婵娟努力地控制自己不去看药王。神虚子与师尊师从太清真人，太清真人在1000多年前飞升上界，因神虚子性格自大，急功近利，缺乏仁义之心。太清真人飞升前，遂将毕生所学尽数传授于我师尊。神虚子对此极为不忿，与我师尊反目，而后销声匿迹。师尊也没想到，神虚子竟会时隔1000多年打上门来。药王轻轻转动着手中的茶杯，
动作间彰显着说不出的优雅端方。原来如此。小冉儿，你来鬼境后，可有听说过黑帝之名？你父亲便是那位黑帝。我听说过恶鬼岛岛主是黑帝的妹妹这个传闻，原来传闻是真的。有些传闻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当初的回忆一幕幕浮现在慕婵娟的脑海。我初入鬼境那会儿，鬼境的环境很是恶劣，厉鬼怨灵和凶煞鬼物到处都是，各种斗争厮杀不止。为了让我不受那些纷争所扰，大哥以雷霆手段肃清鬼境，将厉鬼怨灵和凶煞鬼物们逼入黑暗森林。原本就在黑暗森林里的鬼物们也通通被大哥镇压。大哥一统黑暗森林后，鬼境的所有生灵死灵皆俯首称臣，尊他为黑帝。南嫣然捕捉到一个信息，父亲他在鬼境也能动用灵力，不然身为灵修的父亲怎么可能刚一入鬼境就有了一统黑暗森林的鬼修实力，只能是用灵力收拾了那些个东西。大哥有一半生猪。南嫣然脱口而出，一生猪。不错，想来小冉儿出生时体内亦有此物，此物可大量吸收储存灵气，身怀此物之人修炼速度远超他人，不惧去往任何无灵气之地。南嫣然摸了摸鼻尖，确实有，原来这宝贝遗传自便宜爹。慕婵娟对这一点很高兴，叮嘱道：小冉儿，若非十分信任之人，不要暴露一生猪的存在。我知道。慕婵娟看得出自家小侄女儿是个有分寸之人，便不就此多言，转而回归正题。我在黑暗森林安顿下来，转修鬼道之后，发现比起修灵力，我在修鬼道上更具天赋，晋级更快。有大哥给的驱邪符在，加上大哥大嫂每个月都会来看我一次，黑暗森林里的那些东西也不敢来触我眉头。直至晋级鬼王境，我才踏出黑暗森林。刚好上任恶鬼岛岛主厌倦了待在鬼境的日子，想出去玩，便把岛主之位送给了我。我自然不会拒绝，因为我和大哥不愿九州这片土地的安宁被风域破坏，且那对兄弟怕我们泄密，定然从未放弃寻找我们。我们与对方迟早有一天会对上，除了自身要强大起来，也需要有势力支撑。所以姑姑您与父亲镇守鬼境，杨青创建仙月宫，是为了与风域那几个在九州扎根上百年的卧底做好开战的准备。那几人盘踞在中州、东域、西域，不知道势力渗透延伸到了何种地步。我们当然不会贸然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来历，集结各大势力联手揪出并铲除卧底，再想办法阻止风域建成海底隧道什么的，只能自己暗地里进行。先不说九州民众信不信我们的话，集结的势力里有无敌方势力，指我们风域之人的身份，怕是事后会被大众一起连坐。南嫣然微微点头表示理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算父亲和姑姑阻止了九州和风域的战士，保卫和平，但因为他们的身份，很多人必然会视他们为大患，担心他们有一天会跟风域域主一样，对九州不利。您和父亲的来历，娘亲知道吗？知道，这件事我与大哥只告诉了他，毕竟他与我们不只是师兄妹的关系。娘亲与父亲出了什么事儿？莫非与风域那几个卧底有关？出乎南嫣然的意料，慕婵娟目光一暗，嗓音艰涩道：对不起，小冉儿，我也不知大哥大嫂遇到了什么事。大哥是修炼奇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晋级灵帝。我怀疑师尊出事了，就是不知道与大哥出事有无关联。南嫣然一怔，无涯老人也失联了。直觉告诉南嫣然，事情不简单，没准无涯老人与父亲相继失联，
两者间当真有关联？南嫣然眼中划过一道冷芒，还真是迷雾重重。但那又怎样？姑姑，别灰心，无论前方有多少阻碍，我们定能拨云见日。慕婵娟深吸口气，很快调整好情绪。她非是因敌人强大而灰心，而是对自己这些年无法离开鬼境去查探至亲之人遭遇了什么，深感沮丧和无力。好在小侄女的到来给她压抑的心注入了无限希望和活力。这丫头无所畏惧的模样，真是像极了大哥。小冉儿，你娘亲是水火冰三系天赋，你父亲则是木雷风三系天赋，你是哪几系？这6系都有，没开玩笑。就是全系。慕婵娟惊喜不已，而后她想到了什么，眼中划过了一抹震撼。全系？小冉儿，你这是传说中的混元竞技体？混元竞技体？南嫣然第一次听说。慕婵娟素手轻抬，一张散发着古朴气息的羊皮卷悬浮在南嫣然的眼前。她蹙眉道：此物乃我偶然所得，上面的记载看着半真半假。南嫣然快速扫过羊皮卷，明白了慕婵娟为何会觉得半真半假。集全系天赋于一身者的体质为混元竞技体，拥有此体质者可驾驭灵力、魔力、妖力、鬼气等不同修炼体系的力量，无所限制。灵力、魔力、妖力等极度互斥，灵修的本源之气是灵气，无法吸收魔气、妖气，更别提炼化。魔修的本源之气是魔气，妖修的本源之气是妖气，亦无法吸收自身本源之气以外的天地之气。若后天通过一些秘法等得以吸收自身本源之气之外的天地之气，比如龙君眼被高等魔物血魔寄生几十年，肉身日日被血魔吸收的魔气侵蚀，从而同化为魔修。这种后天成为其他种族修士违背自然法则的情况，下场只有一个，再无来世。若实在想转修或兼修其他修炼体系，那便只有鬼修这一选择。鬼修吸收的是亡者的阴气、怨气、煞气、死气等，这些并不属于灵气、魔气、妖气那样的天地之气，因此与之不互斥。鬼修也不像灵修、魔修、妖修那样，去到无自身本源之气的地方就调动不了体内的力量，如同凡人一样，他们体内的鬼气在哪儿都能使用，除非身处从未死过人的界域，但也并非是个人就能修鬼道。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一天赋，吸收不了亡者的阴煞怨死气。拥有混元竞技体之人，除了可以驾驭众多修炼体系的力量，不受自然法则约束之外，同时还是万千大道的宠儿，极易勾连亲近大道，深受大道眷顾。医道、丹道、剑道、乐道、正道、符道、气道，不论何种道法，只要混元竞技体愿意接触，皆能取得非凡的成就。但混元竞技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自有着它的禁忌之处。拥有此体质者，前期修炼之途一帆风顺，后期会渐渐无法平衡各系天赋，遭受力量本源反噬，性情大变，越来越疯魔，心中只存杀戮。当杀戮也无法满足他时，便是他灭世之日。极易勾连大道的他，亦能反向摧毁大道。一旦万道崩塌，世间将不复存在。故而混元竞技体是世间所有生灵之敌，灭世祸兴，人人得而诛之。慕婵娟柔声道：小冉儿不必往心里去，随便看看就行了。你怎么可能会是灭世祸兴？纯属无稽之谈。南嫣然微微颔首，刚要说什么，脑海里忽然像被什么轻遮了一下似的，而后浮现8个字：万道之心，心生万道。不过这句话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南嫣然并没有捕捉到，就如之前在阴煞城那次，世间道法万千，万道尽在无心这句忽然出现在他脑海里，也是一闪而逝。南嫣然定了定神，淡然道：
即便这上面的记载是真的又如何？我不信我会平衡不了歌系天赋。少女平淡的语气透着强大的自信。姑姑信你。慕婵娟莞尔，南嫣然接着往下看。羊皮卷上除却了关于混元竞技体的信息，还记载着名为混元影的心法口诀。混元影，唯有拥有混元竞技体之人能修炼。掌握此心法口诀者，可随时将自己修炼的力量转换为其他修炼体系的力量，来回转换，不限次数。当然了，转换后的力量所处的修为境界与本来修炼的力量，比如南嫣然当前是八阶灵师修为，并转混元影，将灵力转换为魔力之后，他的魔力修为境界依然与八阶灵师相等，不会变高或变低。南嫣然眸光微亮，这混元影甚合我意啊。小冉儿，混元影若真如这上面所述，倒是极好的。可若是假的，是什么邪功？无妨，是真是假一试便知。再者，以我和义父的医术，即便是邪功也不惧。有句话叫做富贵险中求，南嫣然不会为了可能有的风险便就此放弃。主要是混元影若是真的，那它的价值可不是能随意舍弃的小富小贵。真假几率各一半，那一半真的几率值得他冒险，这才是重点。见南嫣然坚持，慕婵娟自然依他。好，这羊皮卷姑姑留着也没用，你收下吧。慕婵娟没想到世间真有全系天赋者，还是自家小侄女儿。或许侄女儿与这羊皮卷有缘吧。多谢姑姑。南嫣然收起羊皮卷，混元影的心法口诀她皆已记住，离开鬼境前必能彻底掌握，熟练运转。南嫣然有种直觉，混元影绝对是真的。他转眸看向药王，义父，我与姑姑的事聊完，现在该您了。1000年前您在鬼境出了什么事儿，以至于失了？顾及慕婵娟的心情，南嫣然顿了一下，没把人魂2字说出口。又是怎么回的世外天？另外，义父您真的找到了解除阴阳咒之法了吗？药王神色微敛，颔首道：为父误入一秘境，碰到一具遗骸。遗骸生前留下的一抹残念表示，他是来自上界的仙人。只要我帮他安葬遗骸，他便将装有他毕生财宝的空间戒指送给我。解除阴阳咒之法，便是在那空间戒指里的一份卷轴上所述。说着，药王右手移动，掌心出现了一份棕色卷轴，卷轴缓缓展开。南嫣然紧盯着卷轴，呼吸不觉放缓。只见卷轴上以烫金字体写着：服食玄阴草、赤阳草，熔炼太阴之水、太阳真火，吸收阴阳神体的一缕本源，可破除阴阳咒。注：太阴之体与太阳之体的本源，可代替阴阳神体的本源。这几样东西，为父只知玄阴草，唯有鬼境这样的极阴之地，方能运生出来。遂入鬼境寻他。太危险了！南嫣然心头酸涩，灵修在鬼境用不了灵力，义父真是怕他出事才瞒着他，自己冒险入鬼境。还好还好，为父身为药王，即便没有灵力，其他保命手段应有尽有。一颗敛息丹，免去全身气息，没有人和鬼看出我是灵修。再加上各种奇奇怪怪的丹药毒药、逃命神行符等，一路还算顺利，最终寻到了玄阴草。但就在我要采下那一株玄阴草时，冒出来一个截胡者。无锡，那个截胡者你也见过？我见过。是谁？龟仙人。南嫣然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一袭灰黑色衣袍、仙风道骨的老翁，有些惊讶，竟是他。那老龟说，只要我将玄阴草让与他，他可以应允我任何条件。但玄阴草事关闺女你脸上的恶咒，我怎可能相让？他见我不可能妥协，便动手强抢，我被他打晕，之后的事就不知道了。
再次睁开眼时，已经身处世外天。义父，您平安就好。玄阴草来恶鬼岛的路上，我在鬼阴山采到了。我虽先那老龟一步寻到玄阴草，但它终究是无主之物。既是无主之物，谁都可以争夺，凭实力获取，也没什么好说的。义父，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命最重要。好，谨遵闺女教诲。尊主，还得庆幸药王老爷子被人截胡玄阴草，失了人魂后待在世外天不出去。若真让老爷子成功拿到玄阴草离开鬼境，得知尊主您陨落，他该有多伤心。最重要的是，待溶液和云姬那2个叛徒恢复过来，定然会加害老爷子。现在这样挺好的，老爷子本体在灵气丰沛浓郁的世外天待了1000年，修为大涨，人魂在鬼境成了鬼修，又娶了您姑姑当媳妇儿。与人魂融合后，老爷子灵鬼双修，再努力，抱得美人归，完美。义父现在如今可是青年模样，你再叫老爷子不合适了啊。那去掉老爷子，直接叫药王。好，如今玄阴草已有，赤阳草虽是稀有极品灵草，但踏遍9州应是能找到的。剩下的太阴真水、太阳真火、阴阳神体，9州真的存在吗？后3样东西确实麻烦。有目标总归是好事，无论多麻烦，我都会竭尽全力找到他们。小冉儿，太阴真水我知道谁有，还请姑姑告知。龟仙人。又是龟仙人，莫非太阴真水就藏在那虚无冥河之下？大哥随口提过一次，龟仙人不惧阴寒蚀骨的虚无冥河，是因为身负太阴真水。龟仙人住黑暗森林，与我和大哥也算有几分交情。我出面的话，想来他会愿意拿出一滴太阴真水。多谢姑姑，不管他有什么条件，我会尽量满足他。这是你第2次和姑姑说谢了，事不过3，再说姑姑可要不高兴了。我们是亲人，而且你不是也要为姑姑拿到5毒珠吗？互帮互助，无需见外。我们是亲人。小冉儿，那阴阳咒是什么？破除它对你很重要吗？阴阳咒是一种极其阴毒的恶咒，我的道侣为了我中了此咒，若不破除它，肉身与神魂皆会消亡。什么？你的道侣？小侄女这么小就有了道侣？道侣，姑姑，我带你见见他，还有我师兄与伙伴们吧。好，人在哪里啊？近在咫尺。小冉儿，这是哪儿？姑姑，这里是父亲的那块黑玉内部，黑玉是个空间神器。大哥的那块黑玉，苍穹玉。苍穹玉，原来他叫这个名儿。大哥出生时手中便握着黑玉，识字后给他取名苍穹玉。我一直觉得它的外观配不上它的名字，没想到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苍穹玉竟是空间神器。大哥曾有言要将苍穹玉赠与未来闺女，还真不是戏言啊。父亲就这么确定自己会有女儿？除此之外，姑姑可还知道苍穹玉相关的信息？我知道的仅限于此，也不曾听大哥说过苍穹玉内含空间。看来这苍穹玉还有待探索呀。灵玉，司空镜，你竟是我大师兄司空案名义上的皇侄。我欲设宴款待大家，大家可愿出空间？当然愿意，就愿意客气了。姑姑，您认得那招魂幡？这个招魂幡的上个主人，姑姑你也见过。是他们。小冉儿，昨日给你和义父安排住处的黑衣男子名为崭星，他小时候与其父入鬼境寻找遗失的另一半传家之物，父子俩险些丧命，被大哥所救。这招魂幡就是他所寻之物。它全名为巨阴招魂幡，由巨阴石和招魂幡组成。展家世代为鬼修家族。
数百年前的某任展家家主不知何故陨落于鬼境，据因招魂幡遗失，展家后代子孙数百年来坚持不懈入鬼境寻找，却只找到了聚阴石，招魂幡始终不见踪影。原来如此，真巧！我这边将被南雨荣封在招魂幡里的灵医谷大小姐弄出来，然后姑姑你把她物归原主吧。好。哼，那个贱人把我放出来，又想耍什么花招？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贱人呢？这些帅哥美女又是什么人啊？莫非招魂幡已经易主？这是不是说明那个压榨我的老狮子鬼主出事了？哼，一定是这样。那女人对招魂幡可是宝贝的很，别人碰一下都不行。这些人应该看不到我吧？那女人也只是凭借着鬼煞之体才能看到我，又不是每个人都有鬼煞之体。此时不跑，更待何时？你要去哪儿？你看得到我？叶杏儿欲哭无泪，南嫣然没有回他，而是问慕婵娟和师兄他们是否看得到叶杏儿。除了玉，其他人皆摇头。南嫣然挑眉，这叶杏儿的魂体应该有什么特殊之处，才会导致只有极个别人能看得到她。不过这与他无关，他没有去探究的兴趣。见状，叶杏儿心中发颤，怎么又有2个人能看到我？知道跑不了了，叶杏儿目露戒备。你对我有什么企图？还有，那招魂幡怎么会落在你的手上？对方应该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吧？我对你没什么企图，但对灵医谷就不一定了。若和灵医谷对上，此女会是一张王牌。南嫣然将招魂幡交给慕婵娟，至于招魂幡在我手上，自然是因为之前使用它的人已亡于我手。那个女人当真死了？哈哈哈哈哈！叶杏儿笑了一会儿，而后皱眉道：既然你对我没企图，那喊住我干嘛？我要回家。放心，我会带着你回家的。南嫣然意味深长道。叶杏儿心凉了一大截，语气急切：什么意思啊？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难道那女人死前把我的存在和身份告诉了这些人？南嫣然不欲再与叶杏儿交谈，没理会他。慕婵娟从空间戒指里取出一只通体漆黑的钵，交给南嫣然。小冉儿，此为纳魂钵，可收纳魂体。姑姑把它赠你了，放它在空间大呼小叫也不是个事儿。你把它收进纳魂钵吧。南嫣然接过纳魂钵，感叹道：这真是瞌睡来了，姑姑你就递了枕头。慕婵娟被他逗笑了。小冉儿满意这枕头就好。南嫣然往纳魂钵注入灵力，再将钵口对准叶星儿，将它收入钵中。他心下盘算着要回赠什么给自家姑姑好。事情搞定，慕婵娟将设宴款待贵客的事儿吩咐下去，跟南嫣然他们打了声招呼后，便拿着招魂幡去找展星。看到招魂幡，展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张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的面容布满了震惊、激动之色。娟姨，这……展星，招魂幡是从我家小侄女那拿来的。您的侄女？那不就是黑帝叔叔的女儿？展星瞳孔地震，他脑海里浮现出少女与记忆中黑叔一模一样的眼眸，呼吸一滞。难道？我的侄女如假包换，她叫南嫣然。随后慕婵娟将事情简单说了一下，听完展星喃喃：这就是亲人之间的羁绊吧，无论相距多远，终会遇见。谁说不是呢？展星由衷地为慕婵娟有了亲人而高兴，同时也关心另一件事。他犹豫道：娟姨，你与姨父……气氛寂静了片刻，慕婵娟低低一叹：我不知道。他的心很乱，如同一团乱麻，理不清。见此，展星怕多说突惹慕婵娟伤感，便打住了这个话题。他收起招魂幡：
君怡，多亏了嫣然妹妹，才能找回招魂幡，我去跟她道声喜。展星，等一下。怎么了，君怡？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君怡，我们之间哪还用得上请这个字啊？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冉冉她需要几样东西救人，其中一样是太阴之体的一缕本源。你放心，你是太阴之体的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闻言，展星二话不说，右手贴向丹田部位，掌心运力，取出一缕自己的力量本源，而后展心取出一只白玉瓶，将那缕本源注入瓶中。他将白玉瓶递给慕婵娟，温声道：君怡，告诉冉妹妹也不要紧，我不介意的。您信任之人，我亦信任。不论如何，我都要谢谢你。君怡，您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若不是黑帝叔叔，我和父亲哪还有命活到今天？能帮到黑帝叔叔的女儿，我很高兴。怕慕婵娟还要谢自己，展心赶忙转移话题。不知冉妹妹需要的其余几样东西是什么，我帮她留意留意。慕婵娟想着多个人多份力量，便说道：吃阳草，太阳真火，太阳之体的一缕本源，皆为难寻之物啊。待离开鬼境后，我便调动家族全部力量帮忙寻找。麻烦你了。不麻烦，娟姨，我们去把我的那缕……南嫣然觉得自家美人姑姑当真是她的福星，既取了义父的人魂，又知道太阴真水的下落，现在还直接送来了太阴之体的一缕本源，简直让她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夸好。得知贡献出那一缕本源的人是展星，南嫣然当即决定给他炼制一瓶固本培元的丹药，以作答谢。展星当即拒绝：冉妹妹实在不必答谢我，您父亲与我和我父亲有救命之恩，娟姨照拂我多年，加上你上回给我的那株玄阴草，这次又意外帮我找回了招魂幡，我谢你还来不及呢，怎还能让你谢我，让我情何以堪呢？见展星异常坚持，南嫣然只好作罢。善恶因果，这就是善因结善果吧。你永远不知道你随手帮助过的人会在未来的哪一天给你甚至你的亲人带来怎样的回报。南嫣然转而问出了一直盘旋在心中的疑惑：姑姑，展大哥，在我和义父入圣宫前，你们是不是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来意？慕婵娟和展星相视一眼，两人点了点头。不瞒冉妹妹，我生来便能嗅到他人的神魂气息，再高明的易容术，在我的这一能力下皆不管用。原来你是这样认出我们一行人的，这压根就不用看脸，直接通过神魂气息识人，而义父与其人魂的神魂气息必定是一样的，难怪了。闲聊间，展星与皮皮、卫冕他们也相互认识了。展星并不知道苍穹域空间的存在，他以为皮皮、卫冕他们是在慕婵娟和南嫣然姑侄相认以后，由慕婵娟派人去接入圣宫的。半个时辰之后，侍女来报，宴席已备好，一行人移步去设宴的宫殿。整座圣宫的人都知道，他们岛主失散10几年的亲侄女儿驾临圣宫。上回圣宫这般热闹，还是岛主与无念尊上大婚之日。宴席持续了许久才结束。慕婵娟送南嫣然回她的住处，其他人由展星和侍女安排住处。慕婵娟揉了揉小侄女儿的小脑袋：小冉儿，你好好睡一觉，醒来后我带你去黑暗森林找龟仙人。她虽然想让南嫣然在圣宫多玩些天，但救人的东西当然是越早拿到手越好。好，姑姑你也去休息吧。南嫣然伸了个懒腰，神色慵懒的像只猫。慕婵娟走后，南嫣然并未休息，而是开始修习混元影。不知是否因为混元影只有与混元竞技体才能适配，南嫣然修习起这门心法口诀来，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和阻塞感，过程非常顺畅。12个时辰后，南嫣然彻底掌握了混元影的要领，也能熟练运转它，将灵力转化为魔力、妖力，
鬼气等其他修炼体系的力量。他给自己施了个水系清洁术，换了身衣服离开寝殿。慕婵娟早已在殿外等着，她并不知道南嫣然一直在练功，以为南嫣然是太累了才睡了这么久。南嫣然歉意道：“姑姑，等久了吧？实在是修炼起来也不好中断。”没有，这点时间哪里久啊？慕婵娟牵起南嫣然的手，去到一处正殿。药王皮皮他们都在，也知道南嫣然和慕婵娟将去黑暗森林找龟仙人。商量了一下，药王皮皮他们留下坐镇圣宫，欲随南嫣然姑侄一同去黑暗森林。道别后，慕婵娟抛出一艘飞舟，三人跃上飞舟，飞舟以极快的速度驶向黑暗森林。7天后，飞舟在黑暗森林内围降落，霎时间，闻到渗人气息的各种魑魅魍魉一涌而来。慕婵娟更要甩出驱邪符，就见自家小侄女儿素手一挥，一片紫色火幕顺闪而出，包围住他们三人。感受到火幕上传出的致命气息，魑魅魍魉们怪叫着四散而逃，而来不及刹车撞上火幕的倒霉蛋儿，自然是被烧得渣都不剩。小冉儿，那些家伙好像很怕你这火。我这火克一切阴邪鬼祟脏物。厉害，有这么厉害的傍身之物，慕婵娟为南嫣然高兴。就在这时，变故陡生，幽暗的森林中，几缕荧光不知打哪儿飞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半冲进南嫣然的丹田，一半没入南嫣然脖子上的苍穹玉里。玉和慕婵娟神色一变，冉冉，小冉儿，那几缕荧光速度太快，以至于两人压根来不及出手阻拦。庞大的灵力在丹田里炸开，南嫣然匆匆对玉和慕婵娟说了一声我没事，便就地盘膝坐下，合上双眸，消化这股汹涌澎湃的力量。而他脖子上的苍穹玉也闪耀着金白二色光芒，看上去神圣无比。南嫣然只觉得自己的运气也太好了，那冲进自己丹田的几缕荧光，竟是一位灵修的灵元，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灵力本源，其中蕴含的本源之力也已足够恐怖。由此可见，那位灵修绝对是一个超级大能。不知为何，对方的灵元令南嫣然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这也是他毫不犹豫就打坐吸收他的原因。慕婵娟面露疑惑，冉冉这是？他声音猛地一滞，凤眸微微睁大。慕婵娟感觉到方才那几缕荧光残留的气息，分明是他大哥慕渊庭的灵元气息。4级慕渊庭曾环绕黑暗森林设下结界时，注入了他的少许灵元。18年前结界破，灵元碎，慕婵娟一直以为那少许破碎的灵元亦随着慕渊庭的陨落而消散，但没想到那少许的灵元还残存着，而今更是自动送上门给小侄女儿吃。慕婵娟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以慕渊庭的天赋和修为，他精纯的灵力本源即便是1%，也可以让南嫣然的修为连升几阶。难过的是，慕渊庭虽已不在，可他残留的灵元仍会感知到他的血脉，从而去帮助其提升修为。玉自然也感觉到了，荧光残留的气息是灵修的灵元气息。本来他不知道那位灵修的灵元为何会找上自家媳妇儿，看到慕婵娟的神色之后，瞬间明白了。玉放下心来，这无疑是一件对南嫣然极为有利的事儿。慕婵娟和玉当然也注意到了散发出金白二色光芒的苍穹玉，知道他的动静是那一半没入其中的灵元引起的，二人倒不担心。苍穹玉是慕渊庭留给南嫣然之物，总不会对他不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时辰里，每隔一段时间，南嫣然的修为便往上升一阶。当丹田里的本源之力彻底被南嫣然吸收完时，他的修为止于4阶灵宗境，由8阶灵师境到4阶灵宗境，不仅是连升了几阶，更是2个大境界之间的跨越。南嫣然睁开眼睛，一跃而起，他身上强烈的灵力波动逐渐收敛起来，
感受到全身充斥着比之前强上数倍的力量感。南嫣然眉眼一弯，初临黑暗森林便获得这等机缘，他心情大好。姑姑玉，我……南嫣然正要向两人解释自己为何会刷刷晋级，苍穹玉在这时发生了变化。只见它小小的、圆圆的、黑不溜秋的外观，一点点变为金色和白色，金白二色呈太极图的形式分布，金玉部分含一点白色，白玉部分含一点金色。这还没完，紧接着金玉上显现出一个圣字，白玉上显现出一个灵字。圣字和灵字出现后，金光和白光消失，而后更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苍穹玉一分为二，带有圣字的金玉稳稳地待在了南嫣然的脖子上，带有灵字的白玉则朝玉飞去，落入玉的手中。玉垂眸注视着手中白玉的灵字，平静的眸底泛起了一丝涟漪。神器有灵性，他与这半块玉珏必定有渊源，否则他不可能会归向于他。南嫣然回过神来，取下脖子上的金玉端详片刻，又看了看玉手中的白玉，他忽而一笑。玉，我之前就打算将这家伙当定情信物回赠你，毕竟我们今生是因他而结缘，现在他自个儿一分为二，一半投奔了你，倒是碎了我的心。宇外9天，一道颀长挺拔的身影立于无垠星海之上，繁星密布的星空倒映于那人那双星海横流的桃花眸中，瑰丽的惊心动魄。那人指尖微动，截取一颗星辰，无聊把玩。这时一老者激动地朝星海飞来，高呼道：尊上，苍穹玉的气息出现了。老者止步于无垠星海之外，并未踏上星海，他微微躬身，双手交叉置于胸前。尊上，方才乾坤木亮起金光与白光，经过再三查询，确属苍穹玉的气息无误。星海上的人并未转过身，屈指一弹，攫取下的星辰被他重新送回到星空。那人开口：可确定苍穹玉所在方位？音色极具辨识度，让人一听便能记住，就是透着一丝空茫之感。老者顿了顿，头埋得更低。苍穹玉的气息指向宇内万千小世界，具体哪个小世界无法精准锁定。着人去寻，踏遍宇内，要将苍穹玉带回。苍穹玉乃是吾与灵族族长共同炼制而成，其上附有52人缔结的紫色姻缘器，事关两族继承者的姻缘，不得有误。老者嘴角抽了抽：我英明神武，率列苍穹的尊上哎，人灵族族长好歹有一子，您呢，至今还是孤家寡人，别说子嗣了，连个媳妇儿都无的，您倒是生出个继承者出来玩啊！肺腑归肺腑，老者是万万不敢说出来的。是，老朽这就安排人前往宇内。退下之时，老者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星海上那人空寂的背影，心中暗暗叹了口气。尊上红尘炼心归来后，看似与昔日并无不同，实则整个人空洞了许多，像是人在这儿，心和魂却不知道停留在何处。也不知尊上红尘炼心时遭遇了什么，不仅遗失了苍穹玉，还把自个儿整得一身空落落的。黑暗森林凝视着少女含笑的眉眼，玉不由得勾了勾唇。媳妇儿的美意他自是欢喜的，但要收下这半枚玉珏，前提是分开后的苍穹玉依旧不影响使用。若不完整的它没有完整时可容纳万物的效用，那倒不如让苍穹玉保持完整的状态。冉冉，先看看我们手中的半块玉珏，可还存在空间？苍穹玉对媳妇儿的用处更多，而他除了身处苍穹玉空间，灭生咒不会发作这一点，其他倒没什么用得上这件空间神器的地方。南嫣然明白玉的意思，
红唇微抿。好吧，南嫣然能感觉到，即便苍穹玉一分为二，自己与他的联系不仅没断，反而更深了。心念一动，南嫣然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出现在熟悉的空间里。天灵泉、世外天等仍在，玉随后也出现在空间里。见状，结果已明了，苍穹玉分开也不会影响它的作用。而且，就算玉和南嫣然相隔万里，两人也能凭借各自的那半枚玉诀在空间里见面。简而言之，就是两人有了一个共同的随身空间。这一点是南嫣然和玉没想到的。两人以为苍穹玉分开以后，即使不影响使用，怕是也会形成两个独立的空间。但实验后，两个人是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这个结果，南嫣然和玉满意至极，尤其是玉，肉眼可见的心情极佳。因为自此后，他与媳妇儿之间将不会存在物理距离，无论他们身在何方，都能够通过共同的空间见面，触碰到彼此。怕慕婵娟见不到他们担心，南嫣然拉着玉退出空间。慕婵娟为南嫣然理了理微乱的青丝。小冉儿，你晋级以及苍穹玉发生异变，与大哥残留的灵元有关。我吸收的灵力本源竟是父亲的，难怪感觉很是亲切。慕婵娟屈指在南嫣然的额头上轻轻一弹。这一趟带你来对了，还好没错过。一时间，南嫣然心中有点暖，又有点感伤。那个不曾谋面的人呐。慕婵娟没有想到引起南嫣然感伤，连忙转移话题。小冉儿，为何苍穹玉吸收了大哥的灵元后会一分为二啊？这我也不知。南嫣然一心存疑惑。苍穹玉是我父亲与生俱来之物，可又明显跟玉有着特殊关联。玉的年纪显然比我父亲大，两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见南嫣然也不知道，慕婵娟便没有再问，反正没坏处就行了。玉摩挲着手中白玉上的灵字，眸光幽深。若此灵字指灵族，那媳妇儿的金玉上的圣字指圣族。玉微微蹙眉，他从未听说过圣族这一种族。苍穹玉是否还有未被挖掘出来的隐秘呢？南嫣然戳了戳玉的手臂，想不明白就暂且放着吧，之后再慢慢想。玉握住南嫣然的手，与他十指相扣。慕婵娟别开脸，不去看两人相牵的手，他忍不住上前将他们给分开。小冉儿，龟仙人的住处离这儿不远，我们过去吧。好。想到此行是来向龟仙人求取一滴太阴真水的，南嫣然神色一肃，顺便问问对方，义父人魂离体是否与他有关。见完龟仙人后，姑姑再带你去大哥大嫂在黑暗森林的住处。说到这儿，慕婵娟想到了什么，凤眸一亮。小冉儿可修剑，大哥在他的住处设有一剑阵，名为永恒剑阵。若你是剑修，可千万不要错过永恒剑阵的试炼，或可领悟永恒剑意。我得到过一位剑圣的传承，是剑修，却也不只是剑修。永恒剑意造成的伤会永久存在，任对手修为再高，神丹妙药再多，也无法使伤口愈合。小然儿可心动？南嫣然眸色一凝，此建议可真是甚合我意，我会入永恒剑阵。对于有些渣渣，直接灭了反倒是便宜对方，就该痛上一辈子，永记教训。愿我家小冉儿成功领悟永恒剑意。半个多时辰过去，慕婵娟带着南嫣然和玉在一座奇形怪状的山洞外驻足。龟仙人的住处到了。看着眼前的山洞，慕婵娟轻声道：恶鬼岛岛主慕婵娟携侄女有要事拜访龟仙人，还请阁下现身一见。他话音一落，轰隆隆的声音响起，只见山洞自中间开始一分为二，向左右两边移动。没了山洞的遮掩，映入南嫣然和慕婵娟眼帘的是一方荷塘。
当前并非荷花生长的时节，荷塘却是一派荷花盛放的美景。荷塘正中央立着一座八角亭，一袭灰褐色衣袍的老者正端坐于八角亭中的石桌前品茗。老者也就是龟仙人，漫不经心地抬眼望向上门的客人，目光落在南嫣然身上时，龟仙人眼底划过一抹幽光，稍纵即逝。他握着茶杯的手收紧，神色隐隐有些激动，尽管知道对方应该是来兴师问罪的。龟仙人手一挥，下一瞬，南嫣然和穆婵娟便出现在八角亭中。玉泽隐匿身形，化身透明人。好久不见。龟仙人朝穆婵娟略一颔首，而后示意道：两位坐。南嫣然与穆婵娟相视一眼，在龟仙人对面的石凳上坐下。不等南嫣然固执开口，龟仙人开门见山：两位登门拜访，可是为了1000年前老朽截胡了你们认识的一人想要的玄阴草一事。从在幽冥之森看到药王的第一眼起，龟仙人就认出了对方。引魂木他并不需要，之所以收下，除了确实馋对方的枕星和酒之外，也是想顺势把引魂木给对方，让其能尽快地找到遗失的神魂。南嫣然有些意外，这龟仙人还挺直接的，且记性也不错，过了1000年都未忘记义父。玄阴草的事儿，义父与我都无意追究，毕竟无主之物，各凭实力争夺，没什么好说的。我想知道，义父人魂离体，可是龟仙人所为？是老朽所为。为何？他眉宇黑气缭绕，死结凶猛。老朽推演道，唯有剥离人魂，令其失忆1000年，方能度过那一劫。闻言，南嫣然和穆婵娟大感意外，真相竟是这样吗？听上去咋那么不真实呢？龟仙人与义父素不相识，为何要帮助他化解死结呢？老朽行事素来随心所欲，硬是要给个理由的话，那就当老朽是为了补偿他吧。看得出来，那株玄阴草对他极其重要，但老朽当时亦有必须拿到玄阴草的缘由。所以龟仙人是为了让自己不再有截胡的心理负担，求个心安，才助义父化解死结。南嫣然伺机皮皮口中的溶液和云姬2个背叛者，死结一说似乎并非毫无根据。剥离他的人魂后，老朽便把他送出了鬼境。至于他的人魂能否在鬼境安然无恙，老朽不会管，一切皆看其造化。无论二位信与不信，你们想知道的，老朽已如实相告。小冉儿，我觉得龟仙人并未说谎。龟仙人大可杀了你义父，但他没有。除了争夺玄阴草，他并未从你义父身上图谋到什么。他的话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既然小冉儿无疑问了，那姑姑这便向龟仙人提太阴真水之事。好，姑侄俩传音完毕，穆婵娟看向龟仙人，出声道：龟仙人，我二人心中的疑惑已解。除此之外，此番登门拜访，还有一事相求。龟仙人双目古井无波，视线不着痕迹地扫过南嫣然的面容。他将杯中茶水饮而尽。何事？我想向龟仙人求取一滴太阴真水。用来作何？救人。你大哥曾帮过老朽一个忙，老朽与你们兄妹也算是有些交情在。你的请求，老朽答应。话落，龟仙人右手微抬，一滴银色液体悬浮在他掌心上方。太阴真水，色泽正是呈银色。这滴太阴真水一出现，四周温度急剧下降，
荷塘里的荷花纷纷收拢花瓣，自闭了。龟仙人左手拿出一只特制的玉瓶，将那滴太阴真水放入其中。普通玉瓶是绝对装不了太阴真水的，一碰到就要冻裂。木婵娟小心地接过玉瓶，婵娟在此多谢龟仙人，不知龟仙人有何心悦之物，我们姑侄定竭尽全力为你寻来。老朽身为虚无冥和摆渡者，所得宝物不计其数，目前并无得不到的心悦之物。南嫣然确定龟仙人在凡尔赛，不过他的表情太震惊了。木婵娟先是哑然，而后失笑。无论如何，龟仙人的这个人情我们记下了，若有需要，我们必当满足你。龟仙人摆摆手，目光悠远。无需如此，老朽亦是在还恩人情。事情顺利达成，木婵娟和南嫣然一时也不知道要与龟仙人说什么，未免尬聊。姑侄俩起身抱拳道：好，那我们便不打扰龟仙人的清修了，这便告辞。南嫣然和木婵娟往荷塘外飞去，龟仙人抬眼望着那抹翩跹的紫色身影，眼中是深深的感激与崇敬。直到分开的山洞河上，视野中已无那抹身影，龟仙人仍然久久未收回视线。万年前，他不过是九霄仙域最普通不过的一只龟类，完全没有修成人身的可能。他此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遇见了他，得他点化，进化为玄龟。后来，他随着被他一剑劈落的九霄仙域化外之地脱离仙域，驻守毫无生灵的化外之地。化外之地如他所愿，诞生了生灵和文明，拥有了自己的名称——九州大陆。龟仙人深吸一口气，双目微合，近乎虔诚地祈愿道：老龟衷心祝愿无锡帝尊早日带领九州重归九霄。离开龟仙人的洞府之后，木婵娟将太阴真水交南嫣然，随后木婵娟带着南嫣然和玉去到穆渊庭曾在的黑暗森林的住处。黑暗森林之巅，千仞山。千仞山顶并无华丽的殿宇，有的只是几间再寻常不过的竹屋。木婵娟指向其中一间竹屋，对南嫣然道：小冉儿，这是一间空竹屋，内设永恒剑阵，若你能破此剑阵，必能领悟永恒剑意。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即便未能破阵，你的剑法也必会有所精进。南嫣然点了点头，眼中燃起了炽烈的战意，走向那间竹屋。进入竹屋后，南嫣然发现这里面完全是别有洞天。在外面看上去小小的竹屋，里面竟有着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南嫣然及时调动灵力御空，没让自己掉入海中。幻境吗？还是芥子空间？无数海水凝结而成的水箭齐齐朝南嫣然杀去，打断了他的思绪。南嫣然眉目一凛，照出了寒水剑，全身心地应对起杀向自己的水箭。只是灭掉一波水箭，又来一波，源源不断。这片汪洋大海可以无限发出水箭，海水不枯，水箭不绝，像不死的战马，永恒不灭。南嫣然知道，若不找出阵眼破了这永恒剑阵，任他体力再好，也会被无穷无尽的水箭耗死。可是阵眼在哪儿呢？南嫣然运起了流星追月身步法，如一颗流星一般飞跃在海面上，边应对穷追不舍的水箭，边寻找阵眼。一番观察下来，南嫣然也不急着找到阵眼了，因为他发现当前的这一环境非常适合他修习离尘剑法第2式一剑斩千军，以及第3式一剑荡山河。斩千军这片海岂止千军，荡山河岂可荡大海？那些无穷无尽的水箭完全可以用来当练习这2式剑法的陪练。南嫣然眉眼弯了弯，机会难得，傻子才不会抓住。
水剑们哪能想到，他们竟然被南嫣然当成了他修习剑法的陪练。他们恪尽职守，化为漫天箭雨，一刻不停地攻击南嫣然。南嫣然如果只是单纯的抵挡漫天箭雨，时间久了必然会体力不支。但无论是他已经掌握的离尘剑法第一式一剑破尘埃，还是他正在修习的第二式、第三式，都克那个漫天箭雨。如此一来，南嫣然可谓是事半功倍。这一片像是芥子空间一样的地方，南嫣然感觉不到时间流速。修成一剑斩千军和一剑荡山河的时候，他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此刻南嫣然一剑劈下，海水之间分开了一条道来，崩山摧海，劈波斩浪，莫过于此。呼啸而起的海水与天连为一线，极为壮观。南嫣然凌空立于海面上，潮涌而来的水箭已对他构不成威胁。他决定入海去寻找阵眼，闹腾一番。找不到阵眼，我就把这海水给折腾干，也相当于破阵了吧。抱着这样的念头，南嫣然一个猛子扎入海中，霎时间他身上出现了几道箭伤，嫣红血液随海水晕染开来，海水可凝结为水箭，因而南嫣然一入海就中了招。不过南嫣然也由此知道，不是每一滴海水都能凝结为水箭，不然他这会儿就是万箭穿身了，而不是只受几道箭伤。但在这偌大的海中，尽管只有一部分海水能化箭，那数量也足够恐怖了。且海水不枯，水箭就能一直再生。自己把水箭当陪练的那段过程，南嫣然直觉永恒剑阵是没有阵眼的。若要破阵，唯有令海水枯竭，再也无法凝结水箭。南嫣然没有选择释放混沌圣火使海水蒸发，这是永恒剑阵的试炼，自然要用剑修的手段。离尘剑法第一、第二、第三式进出，海水在威力巨大的剑法之下，不断地朝两侧分开，露出了一条又一条的道路，直至退无可退，分无可分，湮灭于无形。当此间天地再不剩一滴海水时，南嫣然直挺挺地倒下，咸鱼瘫在地上，太累了。剑上所创的剑法威力大的同时，也极其耗费灵力。南嫣然此时灵力和力气皆被抽空，虚弱的来个凡人都能够对他造成威胁。不过凡人没出现，出现了一位风采卓然的美男子。美男子非真人，而是幻影，他有着和南嫣然一样的眼眸，他自然是设下了永恒剑阵的穆渊庭留下的幻影。幻影手一动，地上的南嫣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恭喜汝破解了永恒剑阵。随着幻影开口，南嫣然身上的剑伤消失，疲惫的身体恢复气力，丹田灵力充沛，端的是生龙活虎。南嫣然却无暇注意身上的变化，他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幻影，张了张口，喉头却像是被什么堵塞了。幻影的身份呼之欲出，能见到便宜爹是出乎南嫣然意料的。虽然只是幻影，南嫣然也说不清此时心中是什么感觉，有些新奇，有些好奇。原来便宜爹长这样啊，哼，还不赖嘛。幻影并无意识，单纯只是按照本体的安排行事。而今有人破了永恒剑阵，也意味着他的使命完成，即将消散。破永恒剑阵只是第一关，最终能否领悟永恒剑意，还得看汝的悟性。南嫣然下意识的点头。你要走了吗？幻影按理说是听不到，也不会有所回应的，但有些事儿还就是不能以常理度之。不知是受什么驱使，幻影朝南嫣然走近，在他身前站定。他抬起手，掌心缓缓地靠近南嫣然的发顶。南嫣然轻咬下唇，有种奇怪的紧张感。老爹这是要摸我脑袋？不知是不是错觉，南嫣然愣是从幻影淡漠的面容上看出了一丝温柔。幻影轻抚了两下南嫣然的发顶，给他摸摸头后，忽然笑了。愿汝
如月一长。随着幻影话音落下，他的身体开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仿佛跨越亘古星海而来的永恒剑意。显然莫渊庭留下的这抹幻影正是由他的永恒剑意凝成。南嫣然眸内划过一丝失落，幻影带给他的那份温馨与感动那么清晰，绝非错觉，却也太过短暂。幻影明明没有意识，却还是做出了方才的举动。南嫣然无法不动容，感怀片刻后，南嫣然呼出口气，拾掇好心情，凌空盘膝而坐，感悟着游曳在此间天地的永恒剑意。剑意即剑的意识，剑由持剑人使用，持剑人的意识和水平决定了剑意的体现形式。最常见的莫过于杀伐剑意，出剑只为杀生。南嫣然修剑，杀伐和守护是其次，他更期望一剑永恒，迈向剑道绝巅的决心亦永恒，能永久存在，给对手造成永不愈合的伤口的永恒剑意，无论是恐怖的破坏力还是领悟难度，自是不必说。不过对着有着混元禁忌体天生清净大道的南嫣然来说，无论何种顶级剑意，领悟它只是时间问题。不知过了多久，空气忽然肉眼可见地震荡了一下，悬空而坐的南嫣然睁开双眸，眼瞳中竖立着两把小剑。一息后，南嫣然眼中的小剑消失，而他随身的寒水剑无需召唤，自行飞出，施展离尘剑法前30，凛冽摄人的永恒剑意自寒水剑上爆发，气浪滚滚，音爆阵阵。南嫣然微微一笑，在心中默默地道：我已如愿以偿。南嫣然收回异常兴奋浪得飞起来的寒水剑，挽了个剑发，下一瞬南嫣然眼前一晃，人已出现在竹屋外。小冉儿，在外等候的玉和穆婵娟同时出声，无需询问，两人只从南嫣然身上未敛尽的锋锐气息，便知晓他已经成功地领悟了永恒剑意。南嫣然看着两人，扬了扬眉：姑姑，玉，永恒剑意成了。恭喜小冉儿，姑姑就知道你可以的。累吗？玉执起南嫣然的手，眼神温柔的能溺死人。南嫣然直接一手牵一个：不累，我现在浑身都是劲儿。哎，对了，你们等了我多久？在里面我感觉不到时间流动，没有时间概念。也没多久，1个时辰左右。我不修剑，因此也没进去过，只知道那间竹屋内含芥子空间。南嫣然眨了眨眼，才1个时辰左右，她总觉得过去了很久的样子。还有一件事儿，南嫣然不欲瞒着，我破了永恒剑阵以后，见到了。穆婵娟眸光一亮：你父亲？南嫣然点头又摇头，准确地说是父亲的一抹幻影。穆婵娟默了默，垂下眼帘，遮住眼底的思念。也好，省得大哥在小冉儿心中一直没有具体形象。南嫣然若有所思，具体形象吗？的确是有了。接下来穆婵娟带着南嫣然进其他几间竹屋转悠了一圈，之后3人乘飞舟返回恶魔岛。穆婵娟有让南嫣然处理那几间竹屋，是已经苍穹域空间带走，还是留下，端看南嫣然的意思。南嫣然没有把他们移走，冥冥中有种预感，那几间竹屋会等来他们的主人。恶魔岛，药王等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南嫣然姑侄回来。得知此行一切顺利，众人彻底放下心来。不止黑暗森林之行顺利，他们一行人此番鬼境之行亦是顺利。当初入鬼境的目的皆已达成，不仅如此，还有大礼包附赠以及超级惊喜。大礼包自然是认南嫣然为主的现任阴煞王鬼器，金钱也算一个吧，好歹是灵医谷顶尖医师之一。超级惊喜自然是穆婵娟了。总之就跟开盲盒似的，这样的旅程分外有滋有味。未免绕着南嫣然走了一圈，惊讶道：师妹，你现在是4阶灵宗？
而且除了修为大涨之外，未免感觉到南嫣然身上还有另一种极强的锋芒，像是剑意。什么？4阶灵宗？楚天青面色呆滞，南嫣然眼带笑意，简单说了一下修为大涨的原因。他目光在卫冕、楚天青、风兰身上掠过，你们也不错呀，半个月不见都晋级了。卫冕和风兰各自提升了一个小境界，目前分别为5阶灵宗、6阶灵师。楚天青则提升了2个小境界，目前是9阶灵师。师妹啊，我们进阶是因为你师兄我新学会了一种阵法，时间加速灵阵。以我当前灵师境的修为，暂时只能布下1:10的时间加速灵阵，待到灵宗境，我就可以布下1:30的此阵了。南嫣然懂了，2位师兄和风兰是在布下时间加速灵阵的地方修炼，1:10，外面1天，里面10天。他们进阶是因为实际上修炼了2-3个月了，而药王和皮皮一个灵皇一个灵王，修为越高，进阶难度成倍增长。若无机缘，单纯吸收灵气修炼是不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进阶的，因此2人暂未进阶。不管怎样，修为提升是好事儿，别叹气了。楚天青他们自然不可能真的泄气，就是嘴上说说。南嫣然修为大增，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楚天青递给南嫣然一个阵盘，师妹，这是时间加速灵阵的阵盘，你把它放进你的空间，然后启动。等师兄我晋级灵宗，再给你换1:30的阵盘。届时啊，外面1日，你空间里1个月。南嫣然也不跟楚天青客气，接过阵盘放进空间。谢谢五师兄，也就是五师兄你修为越高，刻画出的时间加速灵阵也随之升级，让时间流速倍增。这种灵阵的价值不可估量啊。反正给师妹你的绝对免费。再说了，师妹的丹药价值也不遑多让啊。师兄妹一番商业互吹，轻松一刻后便进入正题，开始聊正事了。聚散终有时，鬼境之行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南嫣然一行人之前因为南国和万毒谷之间被迫中断的中州之行，已然到了重新启程的时候。药王他们都知道南嫣然准备顶替南雨荣潜入灵医谷的计划，而在南嫣然估值去往黑暗森林的这些天，药王他们也对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有了安排。未免正色道：师妹，再过1个月就是师尊他老人家的寿辰，我和天青先回梦神山为师尊操办寿宴相关事宜。南嫣然眸色微动，师尊寿辰将至。楚天青温声道：师妹，你尽管安心在灵医谷办事，有事传讯时联系。届时啊，我们知会你过来为师尊贺寿。另外啊，3师兄与神出鬼没的大师兄、2师兄到时也会回来，我们师门啊，可算是要齐聚一堂了。1个月后吗？好，师尊的寿辰我必不会缺席。我得好好琢磨琢磨，该送师尊什么寿礼了。风兰开口道：六公子，听展仙公子说，中州学院即将开始新1年的招生考核，我和思瑶有意去中州学院长长见识。你和思瑶联系过了？在鬼境无法用传讯时联系外界之人，但外界之人可以联系到在鬼境之人。你们想好了就行，去体验一下学院生活也不错。南嫣然当然不会拘着2人，都是自由的个体。我皇兄南叶灵也在中州学院修行，你们可以去勾搭勾搭，我忙完了就去中州学院看你们。风兰点了点头，眼中有着真诚的笑意。分别是为了更好的再遇，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风兰和水思瑶自然也不会落后，在彼此看不到的时光里，仍要让自己熠熠生辉。诚然，他们可以一直跟着南嫣然，在他的空间里修炼，但那样的日子太安逸了。他们正值风华正茂之年，更适合去奋斗拼搏，增长见识。
南嫣然取出一张灵南楼通行令，递给风来：“你和思瑶会合以后，把这张通行令给他。”在世外天时，预给了南嫣然一叠灵南楼通行令。南嫣然给身边的人每人赠予了一张。水思瑶因为留在万毒谷陪伴险些殒命的谷主，故而未能拥有。有了通行令，可以去灵南楼搭乘传送阵，想去哪儿一下子就到了，省时省力，方便大家见面。风兰接过通行令，表示记下了。皮皮边用炼容术给自己换张脸，边对南嫣然说：“尊主，我呢打算陪药王去重振药王殿，您别太想我哈。”接收到玉幽沉的眼神，皮皮猛地打了个寒战。貔貅大人暗暗腹诽：“哼，小气的男人，连我一只瘦瘦的醋都吃。”南嫣然对药王欲重振药王殿并不意外。恢复记忆后的药王是一个非常有追求、有事业心的人，让药王殿恢复昔日的辉煌和荣光，势在必行。南嫣然看向药王，沉声道：“义父，建设药王殿当然少不了我，待我在灵医谷完事之后就去帮你。”药王清俊的面容上浮现出一抹笑意。好，义父等你。他不着痕迹地看了眼静默不语的穆婵娟，后者眉眼低垂，看不出在想什么。南嫣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哎呀，这两人要这样僵持到什么时候啊？事实上，药王不是磨磨唧唧的人，他无数次想向穆婵娟迈出那一步，但害怕遭到他的拒绝。穆婵娟亦割舍不下那份刻骨铭心的爱，却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在穆婵娟看来，融合后的夫君与药王，既是之前与他相濡以沫的那人，又不完全是。他身上终归有着陌生的气息，那陌生的气息令穆婵娟无所适从，不知道要怎么办，狠不下心与他划清界限，但完全接纳他，一时也做不到。于是两人就这么僵持着了。展星看看药王，又看看穆婵娟，摸了摸鼻尖：“娟姨不用担心，我也会协助姨父搞事业，重振药王殿的。”穆婵娟面色一窘：“展星，你谁担心了？”药王扬了扬眉，满意的瞥了展星一眼：“这小子上道啊。”展星撂完话，火速闪人：“姑姑，随我去灵医谷吧。”南嫣然双手托腮，对穆婵娟道：“我的空间里没有太阳，你安心在里面修炼，或是做别的。等我拿到五毒珠，您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了。”穆婵娟刚与南嫣然相认不久，也不舍得与软萌软萌的小侄女分别，她想了想，应了下来：“好，姑姑这就去安排人，在我不在时，代为管理恶鬼岛。”那就这么说定了。聊完各自的后续安排，南嫣然一行人回屋好好睡了一觉，养足精神以后，他们启程去往下一站中州。南嫣然用南雨荣的那张传送轴可直达灵医谷，因为南雨荣的记忆显示，他上回就是在灵医谷金钱的住处使用传送轴的，来时在哪儿用的传送轴，返回时就会出现在哪儿。而南嫣然在通过这张传送轴入鬼境，亦会出现在恶魔岛圣宫中。先前在阴煞城时，鬼泣给了南嫣然一张传送轴，而今南嫣然有了南雨荣的传送轴，便把鬼泣给的传送轴交给药王他们。药王他们用那张传送轴出了鬼境，即便所在之处并非中州也没关系，再去灵南楼搭乘传送阵去中州即可。药王等人依依不舍地与南嫣然告别：“都在中州，想见面不要太容易，你们这搞的。”南嫣然扶额，受不了这肉麻的氛围。南嫣然扔下一句再见，展开传送轴，消失在原地。药王失笑：“这丫头走得还真潇洒。”而后他打开手中的传送轴，一行人的身影没入灵医谷。传送带来的眩晕感消失以后，南嫣然抬眼一扫，便见自己身处一座富丽堂皇的殿宇之中，与南雨荣记忆中金钱的住处一模一样。南嫣然把在苍穹域空间里乐不思蜀的金钱换了出来，金钱乍一回归现实，还有点不习惯，
但他也不傻，看到自己的住处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金钱朝南嫣然施了一礼，恭敬道：主上有何吩咐？我问你，你可听过叶青红这个名字？这个女人曾利用穆旭阳夫妇想要谋夺独生的五毒珠，同样觊觎五毒珠的灵医谷圣女叶欢颜与叶青红可有关系，亦或只是巧合？若非巧合，叶青红就是灵医谷的死士。那么问题来了，此女卧底仙月宫多年，只为找机会盗走香黄琴，指使她的人是灵医谷的哪位？对方与凤灵英和穆渊庭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叶青红。金钱捋着胡须，努力在脑海里搜刮着这个名字。片刻后，他摇了摇头，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南嫣然搜过金钱的魂，确实没在他的记忆中看到过有关叶青红这3个字的一切人与事，但怕有所遗漏，还是问了一下。从金钱这儿得不到想要的信息，南嫣然也不气馁。倘若叶青红真是灵医谷的死士，那他的存在定然极为隐秘，没多少人知道也正常，否则不符合他死士的身份。你去打听打听，你们圣女派人从万毒谷掳来的五毒兽情况如何了？被关押在何处？是。金钱领命而去。一炷香的时间以后，金钱匆匆折回。主上，那只五毒兽被关押在谷中禁地，情况好的不能再好。已经做好了迎接坏消息的南嫣然眉头一挑，当真？千真万确，因为五毒珠只能由凝结他的五毒兽心甘情愿送出，否则就算将五毒兽抽筋剥骨百般折磨也是枉然。若杀了五毒兽，五毒珠也会随之消失。圣女为了让五毒兽自愿献出五毒珠，各种好吃好喝的供着他，想尽一切办法哄他开心。金钱嘴角抽搐着，除了没有自由，那只五毒兽的日子简直不要太滋润。南嫣然没想到会是这个情况，忍不住笑出声。那只傲娇兽没受苦就好，看来他呀在哪儿都是当大爷的范儿。南嫣然眯了眯眼，一个想法在心中成型。他和金钱在彼此的传讯石上留下了灵力气息，方便联系。若有需要，我会通知你。是，我会全力配合主上在灵医谷的一切行动。南嫣然嗯了一声，抬步离开金钱的住处。有南雨荣的记忆在，南嫣然对灵医谷并不陌生。灵医谷虽然有个谷字，却不是位于山谷中，它坐落于中州西部的繁华地段，占地极广。整个灵医谷灵气浓郁程度虽比不了世外天，但比之别处也相当可以了。琼楼玉宇，雕梁画栋，宜人美景数不胜数。南嫣然这会儿跟南雨荣在灵医谷时的装扮一样，一身浓墨一样的黑裙，面服恶鬼面具，腰间挂着象征他客卿长老身份的玉牌。为了保险，恶鬼面具下并非是南嫣然的真容，而是他用炼容术改换的面容。沿路无人知晓他这位圣女跟前的红人以为原来那个。南嫣然并未往自己在灵医谷的住处过去，而是去到叶欢颜住处，建立在碧波湖上的听雨阁。奢华而不失格调的听雨阁中，身着华丽长裙，容艳艳丽的少女正依窗而立。她眉头紧锁，眼中是浓得化不开的郁结，显然有着烦心事。少女正是听雨阁的主人，圣女叶欢颜。这时圣女来报：圣女，鬼客卿求见。南雨荣报给叶欢颜的名字为鬼荣，是以灵医谷之人称呼他为鬼客卿。听到鬼客卿3个字，叶欢颜眼中的欲色愈深，面露嫌恶之色。他眸光暗了暗，搭在窗台上的双手收紧。这个贱人安生了一段时间，又想做什么？尽管心中恼怒，叶欢颜转过身面对侍女的时候，却是一派淡然之色。让他进来吧。是。侍女出去传话，叶欢颜银牙紧咬。若是拒绝，
那个贱人就会去见这具肉身的父母。得了侍女的回话，南嫣然不疾不徐地步入听雨阁。在来的路上，南嫣然已嘱咐七色魔莲让他查看一下叶欢颜的魂体模样。他想知道这个叶欢颜与被他处死的那个邪医族卧底叶欢颜是否为同一人。毕竟肉身是叶星儿的，看不出什么来。南嫣然学着南雨荣无赖的做派，一进听雨阁便如主人一样，在叶欢颜最喜欢的贵妃椅上坐下，翘起二郎腿晃着。叶欢颜显然见怪不怪，面无表情道：找我什么事？南嫣然开口，赫然是南雨荣的声音。少女不必紧张，这次我是来帮你的。帮我？叶欢颜皮笑肉不笑。你有什么能帮到我的地方？这贱人少向我索取好处就不错了，还帮我？哼！我有办法驯服那只五毒兽，3个月内必让圣女拿到五毒珠。叶欢颜眉头猛地一挑，看着南嫣然的目光充满怀疑。我没心情听你消遣，有事说事，没事别出现在我面前。他请了不少驯兽师来讨好那只五毒兽，都没能如愿。这贱人如此大放厥词，也不怕闪了舌头。我所言字字为真，绝非消遣圣女。南嫣然面具后的眼里闪过一抹狡黠。圣女若不信，我可以立天道誓约，若我没能做到，那之后的3个月，我不会向你提任何要求。叶欢颜这下是真的诧异了。以这个贱人的贪婪程度，能忍得住3个月不来勒索我？莫非他真的有什么驯兽秘法？叶欢颜大脑飞速运转，主要是南雨荣若说失败以后就再也不向他索取好处，这才值得怀疑。此女就算死也不会放弃利用叶星儿来勒索他。但听南雨荣的意思是失败后3个月内不会来骚扰他，这显然符合他贪得无厌的性子。3个月而已，此女忍忍就过去了，接着继续勒索他。看着沉默的叶欢颜，南嫣然也不催促，他相信对方会答应。说吧，你有何目的？别告诉我事成之后不求回报，你不是这样的人。叶欢颜语气不无讽刺。南嫣然勾了勾唇，五毒珠他势在必得，当然不会拱手让人，事是不可能成的。南嫣然直接现编了一个想要的回报。我为你拿到五毒珠后，藏宝阁中的宝物任我挑10样。叶欢颜额角轻轻跳了跳，数量勉强可以接受，但是任他挑，万一被他挑走了最顶级的。不，我可以在此时期让父亲转移最顶级的宝物。想着，叶欢颜心中一定，冷冷道：行，此事我允了。若成功，那自是最好，失败也无妨，可以过3个月不用被此女勒索的日子。少女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对了，那只五毒兽被关押在禁地，叶欢颜抛给南嫣然一张正反面都雕着镜子的黑令。拿着此黑令，你可以自由出入禁地，我会跟看守五毒兽的隐卫打招呼。南嫣然说起黑令，那我就不打扰圣女了。一离开听雨阁，南嫣然便询问七色魔莲：如何？那叶欢颜的魂体长什么样？主人，我看不到他的魂体。看不到？没道理啊！叶欢颜是3阶灵师，修为远低于我，不应该看不到。除非叶欢颜身上有可以遮掩魂体的宝物。思及此，南嫣然安抚了一句：无妨，之后主人我再找机会试探他就是了。与此同时，听雨阁中一道无比阴冷的声音在叶欢颜的脑海中响起：方才本座隐约有种被什么东西窥探的感觉。叶欢颜一惊：神尊，怎么会？
神尊的一缕神识栖息在他的神魂里，那岂不是说明有什么东西在窥探他的神魂？这怎么可能？若看到他跟这具肉身模样不同，那就糟了。那声音有些迟疑。本座并不十分确定，兴许是错觉也说不定。叶欢颜稍稍松了口气，沉声道：方才天宇阁除了我，只有那鬼容。那女人知道我夺舍叶星儿之事，没有窥探我神魂的必要。被称为神尊的那缕神识淡淡的嗯了一声，傲然道：放心，有本座在，谁也无法窥探到你的神魂。叶欢颜微微颔首，继而咬牙道：神尊，那鬼容实在可恨，我一刻也无法忍受他了。莫急，你这具肉身的父亲还有点用，待到那个计划成功，这灵医谷谷主之位就换你做了。届时就算所有人都知道你并非真正的叶星儿，那又如何？谁敢执着？叶欢颜看不到他神魂里的那缕神识虚影，此刻的神情有多邪佞诡谲。计划成功后，小家伙，你的意识之魂就奉献给本座吧。作为报答，本座会给你留时间处置那鬼容的。叶欢颜对神尊口中的计划不甚清楚，只知道是由自己这肉身的父亲叶正堂在谷中禁地执行。禁地极大，许多地方是身为圣女的她都没有权限去的。关押五毒兽之地，相对于整个禁地来说，也仅是一隅之地。叶欢颜不知道神尊跟叶正堂是怎么结识的，在他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前，叶正堂就在为神尊效力了。那叶正堂也是蠢，亲生女儿被人卖了都不知道，还在卖力帮人做事。若无神尊相助，他当年又怎么可能夺舍得了不知道被谁重伤却未死的叶星儿呢？神尊的本体并不在灵医谷，栖息在他灵魂里，指点他修行的只是神尊的一缕神识。叶欢颜猜测，神尊在九州定然有着一个了不得的身份，或许至高无上也说不定。神尊可是说过，他来自宇外神庭。想到自己坐上灵异谷谷主之位的场景，叶欢颜心头火热，急切地问：神尊，距您的计划成功还要等多久？顺利的话快了，至多不超过半年。神尊语气夹杂着一丝激动，他等那一刻已经太久太久了，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叶欢颜目光灼灼。半年，好，我等着那一天。而且半年是至多的情况，也有可能2-3个月就成了，我暂且忍忍，到时候我要将那鬼容千刀万剐，碎魂裂魄。除此之外，我还要……脑海里浮现出那人的天人之姿，叶欢颜红唇翘起，双颊染上了红晕。待我成为灵异谷谷主，又有神尊当靠山，整个九州最尊贵的女人非我莫属。相信面对我的示好，大昭帝君定会竭力促成我与少帝的婚事，而少帝他也不可能会拒绝我吧？毕竟这个世间除了我叶欢颜，还有哪个女子能与他相配？南嫣然离开了听雨阁之后，直奔禁地。虽得知毒圣没受什么苦，反而被当大爷一样伺候，他还是想亲眼确认一下为好。禁地位于灵医谷最北边，被重重结界禁制笼罩覆盖，受结界禁制阻隔，禁地里的声音传不出来，同样外面的声音也传不进去。禁地入口处并未有人看守，一是没什么人会往禁地这边过来，二是来了也没什么用，没有通行黑令，别想穿过结界禁制进入禁地。
南嫣然手持叶欢颜给他的通行黑令，贴上入口处那看不见的结界禁制。下一瞬，透明的结界禁制显现而出，如水波纹那样轻轻颤动着，似在校验通行黑令的真伪。少顷，透明结界裂开一个可容一人通过的口子。南嫣然穿过裂口进入禁地，他举目一扫，见这里头说是禁地，其实与谷中其他地方无甚差别，除了结界禁制格外多。南嫣然尚未迈出一步，一个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像是暗卫死士装扮的人出现在他眼前。在下是奉圣女之命看守五毒社的隐卫之一，阁下可是前来驯兽的鬼客卿？正是。鬼客卿请随在下来。隐卫做了个请的手势，而后他告诫道：除了五毒兽所在的兽园，禁地里的其他地方，鬼客卿若无允许，请勿踏足。被抓到的话，圣女也救不了您。南嫣然眸光微闪，淡淡说：本长老记住了。这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叶欢颜在整什么幺蛾子。兽园在禁地的外围地带，南嫣然跟着隐卫，没过多久就到了此处。这是一处极为精致美丽的园子，园中的一处草坪上半躺着一只通体乌黑、背生华丽双翼的独角兽，正在懒洋洋地晒太阳。此兽正是万毒谷的宝贝疙瘩，守护圣兽毒圣五毒兽。在毒圣的周围摆满了各种灵果、灵药、灵兽肉、琼浆玉露等等。毒圣兽同半合，享受着一名隐卫的投喂，一副好不惬意的模样。南嫣然看着此情此景，嘴角抽了抽，哼，真是只只会享受的兽兽啊！你们都去园外守着吧，本长老的驯兽过程乃绝密，不能被任何人看了去。南嫣然对隐卫们下令：其他时候本长老不管，驯兽之时，这兽园本长老说了算。同样，在此期间，这只五毒兽出了任何差错，本长老一力承担。如此，你们还有何顾虑？行，就依长老所言。隐卫们哪敢得罪这位圣女跟前的红人，想必他们就算请示圣女，圣女也会二话不说就应允。反正这里是禁地，他们就在兽园外守着，能出什么差错？待隐卫们尽数退出兽园，从玉口中得知兽园再无隐藏气息后，南嫣然大步地朝毒圣走去。毒圣傲慢地睨了南嫣然一眼，身子一扭，拿臀部对着南嫣然。哼，又是一个妄图驯服我的家伙，想得美！南嫣然轻笑一声，哼，他没有变声，用的是自己的声音。毒圣兽身一震，兽头猛然睁大。这声音，毒圣惊喜不已地嗷了一嗓子，旋即撒开蹄子扑向了南嫣然。由于太过激动，他瞳中隐约冒出了饿狼看到鲜肉时的绿芒。南嫣然抬手在身前设下一道灵力屏障，好笑道：淡定淡定。毒圣抬起蹄子拍着屏障，他淡定不下来呀，天知道他忍得有多辛苦。现在他来了，他总算可以把升到一半时硬塞回去的五毒珠给伸出来了。见毒圣满眼急切，南嫣然撤了屏障，他摸了摸这只傲娇兽的耳朵，别动，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南嫣然将一缕灵力细丝探入了毒圣体内，发现他除了兽丹被一股力量封住，发挥不出实力以外，没有任何毛病。毒圣是成年巅峰期的圣兽，距晋级神兽只有一步之遥，若不封了他的力量，确实能闹出大动静。毒圣蹭了蹭南嫣然手心，呜了一声。南嫣然从他这一声里听出了些许委屈之意，他敲了敲他头顶的独角，你暂且安心了在这里住着，我会带你回家的。毒圣点了点头，紧接着一颗鹌鹑蛋大小、通体晶莹剔透的珠子自他的独角内冒出。珠子将要坠地的时候，一只纤纤玉手将其接住。毒圣重重地舒了口气，可算是把这东西生出来了。生宝宝生到一半再塞回去，硬生生憋到现在，这种事我再也不想经历了。
南嫣然一瞬不瞬地凝视着掌心晶莹剔透、美轮美奂的珠子。这就是五毒珠吗？服之可解万毒，成就万毒不侵之体。傲教授，你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南嫣然眉眼含笑，就差抱着毒圣亲一口。带你回家那日，我助你晋级神兽。毒圣朝南嫣然眨了眨眼。好，本兽等你。南嫣然取出传讯石，联系万毒谷谷主玄冥。他将自己和毒圣在灵医谷的情况告知谷主，再道明需要五毒珠的原因。得知南嫣然需要用五毒珠解除其姑姑所中之毒留下的后遗症，谷主二话不说，当即应允。别说南嫣然是要用五毒珠救亲人，就算他自己想要，谷主也不觉得有什么。南嫣然是万毒谷的毒君，本就有资格得到毒圣的五毒珠，况且若没有他，万毒谷怕是早就被结盟的暗冥宫和城主府白家给瓜分了。这次毒圣被掳，重回万毒谷的希望也寄托在他的身上。谷主心中惭愧，只觉得一颗五毒珠远远不够回报南嫣然。当初他与外孙女儿四人从天而降，来到万毒谷，被毒圣选为下任继承者。如今看来，当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南嫣然与谷主结束通话之后，再联系南文天，说了一下自己的近况，报平安，以免远在南国的他担心。南文天得知南嫣然意外寻到了亲姑姑，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在这世间又多了一个对他的染宝好的人，他怎能不高兴？父女俩聊了有一炷香的时间，南嫣然收起了传讯石和五毒珠，戳了戳毒圣的羽翼。我走了，明日再来看你。毕竟答应了叶欢颜会驯服毒圣，自然要来装装样子。毒圣很是不舍，好在知道南嫣然明日会来，也就忍住了想黏人的心思。南嫣然一迈出兽园，守在园外的影卫们立刻涌入兽园，查看毒圣是否安好，留下一名影卫带他离开禁地。出了禁地，南嫣然便匆匆赶往自己的住处，边给空间里的木婵娟传音，告知他已经拿到五毒珠，且获得谷主准许使用它的好消息。木婵娟随着南嫣然到灵医谷后，在不知道谷中潜藏着怎样的高手的情况下，他并未将神识探出空间，留意外面发生的事儿，以防被人捕捉到神识，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若非南嫣然告知，木婵娟并不知晓他已经见到毒圣，并且拿到五毒珠。小冉儿，谢谢你。过了多年不见阳光的日子，至此即将挣脱桎梏之际，饶是木婵娟再清冷自持，亦无法不心神震动。什么谢不谢的，相信若姑姑你是我，定然会跟我做一样的事儿。木婵娟也不是扭捏的人，善不来情。总之，他人对自己的好不会忘却，再寻机会偿还就是。这时，一个看上去40-50岁、一脸凶相的男人与南嫣然迎面碰上。看到南嫣然，男人的眼底掠过一丝嫉妒之色，他阴阳怪气地开口：“这不是我们的鬼主吗？行色如此匆匆，是为哪般呢？”南嫣然挑了挑眉，面具后的脸上浮现些许冷意。眼前这人的出现提醒了他一件事儿：南雨荣带人去云州学院找清河麻烦的时候，那一行人里有一人夺走了影擂台上的雷光石。当初指使南雨荣为自己物色女修当炉鼎的学院老师何山，正是于影擂台上被雷光石影下的天雷湮灭生魂。南嫣然通过南雨荣的记忆，认出那趁火打劫夺走雷光石的人就是这个一脸凶相的男人枸杞。灵医谷以顶尖的医药丹术闻名于九州，医师和丹药师的修为自然不及专攻灵力修炼之人。毕竟人的精力有限，能在一个领域做得出色就不错了，还能兼顾修炼的那是少数。医修丹修
需要修为高的灵修保护自己的安全，替自己办事。修为高的灵修需要一修单修给自己提供修炼所需的一应丹药。灵医谷中不乏守护在此的灵修高手，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身份，守护长老。这枸杞正是灵医谷的一名守护长老。南嫣然似笑非笑地看着枸杞，悠悠道：怎么，本长老行事还需要向狗长老汇报？南嫣然知道为何这枸杞见了他就阴阳怪气的，纯属嫉妒。他没有为灵医谷做出任何贡献，却被叶欢颜破格提为科卿长老，与枸杞等守护长老地位相当，平起平坐，这让枸杞心里十分不平衡。当然了，心里不平衡的不止枸杞一人，其他人表现的没有枸杞明显罢了。枸杞皮笑肉不笑道：鬼主背靠圣女，本长老哪敢指教你呀？枸杞知道自己不能拿对方怎么样，但看到他就是忍不住想刺一次，每次都以自讨没趣而告终，这次也不例外。狗长老有这个觉悟就行，想指教本长老，先问过圣女答不答应吧。撂下这句话，南嫣然懒得搭理枸杞，抬步走人。他心中盘算着夺回雷光石之事，若不是因为他和清河招了南雨荣的恨，雷光石也不会落到枸杞手中。让雷光石重回云州学院，也算对院长云老有个交代。荣华殿是南雨荣在灵医谷的住处。南嫣然回到殿中，屏推下人，取下脸上的鬼脸面具，再闪身进入空间。穆婵娟从打坐中起身：小冉儿。南嫣然将装有五毒珠的小锦盒递给穆婵娟，催促道：姑姑，快服下它吧。好。穆婵娟麻利地服下五毒珠，少顷，穆婵娟隐隐感觉到身体似发生了某种变化，但那感觉太过细微，具体她也说不上来。小冉儿，我们出空间看看效果吧。穆婵娟目露凄意，南嫣然真有此意。姑侄俩离开空间，去到内殿的一处窗台前，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一袭白衣的穆婵娟身上，仿如给她镀上了一层光，整个人熠熠生辉。穆婵娟回眸一笑，灿若云霞。小冉儿，容日毒的后遗症解除了。南嫣然眉眼弯弯，语气亦有几分感慨：恭喜姑姑，再无束缚。身为医者，他能理解穆婵娟此刻的心情，激动已不足以言表。再无束缚。穆婵娟喃喃，她凝视着神采飞扬的少女，心想：若是大哥大嫂能看到这一幕，该有多好。但穆婵娟激荡的心绪稍稍平复，南嫣然坏笑道：姑姑，您可以触碰阳光的事儿，需要我智慧义父吗？若是您想去义父那儿，尽管去，不用顾及我。你这丫头。穆婵娟没忍住，上手捏了捏小侄女儿的脸。大人的事，小孩子家的懂什么？南嫣然瞪眼：小孩子，他都是有对象的人了。南嫣然刚想说什么，他的传讯室忽然有了动静。接通后，金钱的声音从传讯室那头传来：主上，我方才得到了一宝贝，欲将之赠予您，相信主上您一定会对它感兴趣。南嫣然眸色微动，